我年薪100万，每年给爸妈80万，老公并不阻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：雅雅，不好了，你弟开车撞了人，对方要赔付300万，怎么办啊？我慌了，拿着银行卡就要去银行，老公拦住了我。林峰露出一抹嘲讽的笑：你要不要看看卡上还有多少钱，够摆平这件事吗？我不以为然，可看见卡上余额时，我惊呆了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上面显示只有3200.06元，这让我愣住了。怎么只有这么点？林峰露出一抹嘲讽的笑：你不会以为自己挣的很多吧？年薪100万，说的好听，你每年给你爸妈那么多钱，还能剩多少？林峰的话让我怔忡片刻，随即解释道：可是我也有存钱啊，每年给他们80万，我们自己20万，这也不至于只有3000多吧？林峰，咱们家开销这么大吗？房贷和生活费，我记得每个月1万，一年10几万，还有7、8万的余额。这3年加上其他奖金，之前也有30万存款。一瞬间，我看着林峰，他之前对我转账给爸妈，并不反对，只说让我多个心眼，存点钱应急。现在我不知所措，而电话再次响起，妈妈的哭声传来：雅雅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他们把你弟弟抓进去了。妈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挂上电话，我恳求地看着林峰：现在我急用钱，老公，你别跟我计较了，赶紧把钱转过来吧。闻言，林峰气坏了，从书房里拿出一个本子扔在我面前：这几年你动辄就说自己养家，现在看看究竟是谁在养这个家？我看着林峰砸过来的本子，翻开之后，赫然是这些年来的账单。最近的一笔就在前天，妈保健品吃完了，得赶紧续上，转账3万6千。我脸上立马涨得通红。再看之前的，每一笔都有明细：小东的车保养到期2万，爸身体检查1万，小东电脑坏了换新1万2，诸如此类。1个月下来，我的工资被爸妈他们以各种名义花得一分不剩，而我们的小家所有开支都是林峰承担。我惊愕地发现，这张卡的流水全都是我跟爸妈那边的，林峰1分钱都没拿到过，而我竟然还质疑他。李阳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拎得清的，今天看来是我太蠢了。林峰的话仿佛一把刀剜中我的心，而我无言以对。手机铃声不断响起，我没接，短信微信蜂拥而至：李雅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你是想要看着我死是吧？你踏马见死不救，回头爸妈不会放过你。李雅，姐，我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李雅，你这个女人，等我回来，我弄死你。看着微信上李锐的威胁，我整个人如坠冰窟。曾经我为了他们拼死谈业务，把自己累到身无分文，3200块就是我全部家当了。林峰此时看着我：李亚，他们才是你的依靠，你回去吧。他眼里的嘲讽让我愣住了，我才意识到他彻底对我失望。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立马拉着他的手：我弟现在撞了人，需要300万，你帮帮我吧。林峰看我的眼神透着一股苍凉，他摇摇头：没有，李亚，我真的没有。林峰不会骗我，毕竟过了这么多年，我很清楚他对我，尤其是在金钱上面，不会跟我斤斤计较。而且他也不止一次跟我提出要让我多个心眼，要有备用资金，可是我从未放在心上。我心里想着，每年拿这么多钱给爸妈一点，剩下的几十万还有林峰的工资，我们小家足够了。可没想到到头来只有3000块，可我此时已经顾不上许多了，匆忙拿着几个包包冲出了家门。林峰在后面说了些什么，我也没有听清楚，只知道现在必须得攒钱，我要把弟弟给捞出来。几个奢侈包包给了我10万块钱，带着这10万块，我去了警局。刚刚到了地方，我爸我妈见了我，眼眸猩红，扑上来就要打我。我妈扑上来死死地扼住了我的胳膊，咬牙切齿道：你个杀千刀的，怎么才来？你知不知道你弟弟都已经被他们带进去了？黎雅，你到底有没有把你弟放在心上？对方家属说了，我们没有诚意，你弟弟要被你害死了。看见我妈歇斯底里的模样，我紧紧皱着眉头。这些年我每年给你们80万，你们的钱都花到哪去了？我不来，你们就不能和受害者家属谈一谈赔偿的事？闻言，我妈看着我，眼睛里面顿时多了一丝尴尬，紧跟着沉声道：哪里有那么多钱？给你弟买了房，买了车，再加上他结婚还有彩礼，我们这一大家子省吃俭用的，哪里有多余的？现在你还跟我计较那些，李雅，你赶紧想办法，不然你弟的婚事就要黄了，他的一辈子就毁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了刚刚卖包的10万块钱，帮他办个保释，我们再谈。至于钱，一时半会的
我还凑不齐，实在不行，把他的房子卖了，先应个急。对方家属那边，我们争取。我还没有说完，脸上就挨了重重一巴掌。我妈面色难看，手拽得我胳膊生疼。李雅，你说什么？她瞪大眼睛，死死揪住我不放。这事你必须掏钱，什么卖房？那是你弟弟的婚房。李雅，平时看不出来，说的好听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弟弟要是坐牢，你就是咱们老李家的仇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妈死死揪住我不放，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。妈，我没钱。我妈顿时眼神一凛。没钱？你……好了好了，我爸在一旁推了推他，先看看对方怎么说，有10万总好过没有。我爸推着我妈让她先别吱声，他恶狠狠瞪着我，好像我才是那个肇事者，罪魁祸首。而我在这里也见到了对方家属，了解事情的经过，才知道我弟究竟做了些什么。他不服对方没给他插队，竟然在路上别车，加上雨天路滑，把对方从桥上撞下去。现在人家腿断了，全身多处骨折。警察跟我说300万是治疗费用，毕竟人家还年轻，才刚找到工作，前途一片光明。现在成了这样，你们家里人还是态度好点，不然肯定要坐牢的。我妈撇撇嘴，不就是断了骨头，漫天要价，300万都够买他一条命了。对方家属听到这话，红着眼走过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对方家属听见了，上来揪住我妈头发就打了起来，厉声喝道：我儿子还没死，你敢咒他？别说300万，就是3000万我都不会和解。我妈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连忙求饶。我看了也赶紧道歉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弟弟混账。您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伤者，他还在医院躺着，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，成吗？这10万块你先拿着给他交医药费，剩下的该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会逃避的。闻言，对方才松口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才愿意谈，不然我肯定不和解，而且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我妈一听顿时炸了，赔了钱还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你还是要我儿子坐牢？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不和解，你们家就不用赔钱了吗？我知道这是对方心中有气，我做足了姿态，让我妈闭上嘴。我爸也将她推到了一旁。对方看我低声下气，这才道：我是看你态度好，才愿意跟你谈，最多给你们1周时间。1周之后，如果我看不到钱，那么一切免谈。对方眼神心疼。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 ，ICU 里一天1-2万打底，他以后还要康复手术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但如果要留下后遗症，我都一并要算在你们头上的。我连忙称是，最终达成一个协议，1周之内把300万拿来。可我现在身上没钱，回去跟我妈说的时候，她根本不信。你少来骗我，你会没钱？我匆忙开口，真的没钱。妈，你们不信，可以问问林峰，我的钱还有这些年的账单都……她眼神愤恨。闭嘴吧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你就是看你弟不顺眼，不想救他。我知道怎么说他都不信，所以直接把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对到他的面前。我手上就剩3000块，刚刚的10万是我卖了包得来的。如果你想救他，那就必须得卖房子，救不救你自己看着办。我妈红了眼眶，房子不能卖，我们已经把老房子卖了，给了彩礼60万。要是再卖房子，你弟的媳妇就跑了，到时候咱的钱不是打了水漂。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们。你们说什么？我爸满脸苦涩。是丽丽说的，她说要彩礼60万，要不然就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打了。你说这一条命我们能怎么办？雅雅，你一定要帮她。我沉默了，我妈一把抓住我。雅雅，你跟林峰还没孩子，你们那个房子比我们的要贵，不如你们卖房吧。闻言，我一脸震惊，可是面对他哭红了的眼睛，还有我弟李锐的哀求，我也不由得深吸一口气。这事让我好好想想。我失魂落魄回到家里，林峰问道：解决了？我摇摇头，没有，对方正在医院 ICU 里，他们说了，没有300万，不可能和解。林峰，我们得帮帮他。林峰闭上眼睛。李雅，我跟你说过的，这些日子都是我在支撑这个家，300万不是小数，你虽说年薪100万，可是杯水车薪。遇到这样的家人，还是适时多想想自己。我看了看面前的男人，顿时觉得对不起他。我知道，可现在只有这一个法子，我们把房子抵押了。林峰看着我，
满脸震惊。什么？我不敢对视，只是低着头。我会把房子买回来的，只是这一次。他点头。好。我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哑着嗓子看着我。我同意卖房救你弟弟，但我有条件，我们离婚。我愣住了。林峰一脸苦涩看着我。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一次又一次看着你被自己的原生家庭吸着血，甚至还要搭上我们自己的小家。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已经结婚6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有，也不敢生孩子。李雅，这次是他撞了人，下次呢？如果他又惹祸，你难道要一次一次帮他收拾烂摊子吗？这些年只要你娘家人开口，你就给钱，一次次的没完没了，我也受够了。离婚吧，咱们把财产分割一下，这房子一人一半，你的那一份，如果你卖了，随便你怎么处置。说完，他丢下了一张离婚协议。老公，我没想离婚的，那是我弟弟啊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林峰没有回头，只是沉声道：是，那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你帮他无可厚非。我也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是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和你产生分歧。我看不到未来，也不想过得这么累，就此结束吧。他推开了我的手，直接收拾东西去了客房。我踉跄着坐在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是我妈发来的。雅雅，你弟说里面日子不好过，你给我打3000块钱来。我记得我之前跟我妈说过，我卡上只剩3000了，现在他还要问我要3000，他没有想过一旦给了我要怎么生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妈，我只剩3000了，给了你我就没了。不是还有林峰吗？你在公司穿得光鲜亮丽的，卖包都能卖10万，不能再去卖2个？再说了，那不是外人，是你亲弟弟，你就这样看着他被人欺负，赶紧打钱过来。我收起手机，看着客房里面的隐隐灯光，心里面堵得慌。其实我跟老公林峰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这么阔绰，那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，加在一起5000块，房租800，住的城中村，每天通勤时间都要3-4个小时，每天踩着星光到家，风雨无阻。那会我就发誓，总有一天我要有一套大房子，还想买车，不用挤地铁，更不用在暴雨天那么狼狈。我从月薪1500到年薪100万，用了6年的时间，一步一步地站在高峰上。回头看我走过的路，我只觉得唏嘘。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每个月都要给我妈800。用她的话说，现在谁家还供女娃娃读书？我们供你读大学，已经是砸锅卖铁了。看你弟都没有上学。我感恩我妈为我的付出，所以从来不敢多说什么，自觉地把我的工资分为2份，一份给他们，一份我自己用，省吃俭用几年都买不到新衣服。即便是年薪100万了，对于我妈提出的条件，我还是毫无理由的答应。她说，你弟想要买个电脑，人家都只有他没有，你知道的，他那时不上学让给了你，你就应该帮他。你弟要买车，他上班路远，通勤不方便，你得帮他买。再说公司里的小年轻都有，他没有不是叫人笑话。我自己都还在用破手机，我妈却说，你弟想要买新手机，那部手机坏了，不管我给我弟买什么都是理所应当。我弟不管做什么都不容易，哪怕他只是在公司里面打游戏，对我妈来说那也是不得了的。我看着这些，又看看客房里林峰的身影，只觉得心口堵得慌，只是回了一句话，没钱，这3000块我有另外的用处。我妈见我不给，顿时破口大骂，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。最终我听到铃声从客房里传来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我妈再也没打过来，我就知道是林峰给了她3000块。拉开客房的门，林峰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拎着行李箱。那一瞬间我承认我慌了。老公，这个是我们2人之间的财务分割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回头把字签了。至于房子，我已经联系了中介，现在就挂出去。我刚刚已经跟妈说过了，我们要离婚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她赞成了，她问我房子可不可以给多一些份额，她要用来救她儿子。闻言，我红了眼眶，一巴掌将那张协议挥开。我坚定地看着林峰。林峰，我不离婚，还有房子不卖。我的话让林峰有些错愕，随后苦笑。不卖房子，你爸妈能善罢甘休吗？按照他们的情况，只要1哭2闹3撒泼，你就会把钱全部都给他们。这招早在几年前我已经见识过了，现在还是算了吧。老公的话让我觉得异常愧疚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每当我拒绝，我妈都会用同一套说辞来道德绑架我，若不答应，她就会找林峰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林峰大概也是被我妈弄得彻底崩溃，所以才会如此。可我真的不愿意离婚。林峰，你信我，
这次我肯定不会放弃，而且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再来骚扰你。我有自己的小家，我们的家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拉着他的手，不信你就看我的表现。总而言之，你不可以不给我机会就判了死刑，好不好？也不差这几天。听见我这样说，林峰终于叹了一口气。行吧，我就信你这一回。我理解他的想法，任谁都不会容忍这样的家庭，给出去400、500万，后面还有300万甚至更多。我不是他们的吸血包，也不可能放着我自己的家不要，给他们做嫁衣。林峰这边放下行李箱，不过我知道那张离婚协议他打印了无数张，也不缺我这一张。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让我爸妈他们得逞。我只是告诉我妈，如果不把李锐的房子卖了，1周之后就等着坐牢。反正我没有那么多的钱。我妈在群里指责我，说我没良心，见死不救。小东只需要300万就能出来，你年薪100万都不愿意拉他一把，你算什么姐姐？当初我们家砸锅卖铁供你上学，你发达了就不认人了。大舅他们见了也不由得生气起来。李雅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你出息了就应该帮着底下的弟弟妹妹，怎么还能这样见死不救？雅雅，你想想办法，毕竟是亲弟弟，你弟他也不容易，他没你那么能干，你该帮忙的就得帮忙。雅雅，300万不过是你3年的工资，这可关系到李锐的终身呐。看着他们这么肆无忌惮的道德绑架，我二话不说把自己这些年来转账记录全部发到了群里，艾特我爸还有我妈。这6年我前前后后给了你们500多万，李锐的房和车都是我买的，我1个月才多少钱？你们说我年薪100万，可我一开始只有月薪1500，还要给你800，那时候也不见你心疼我。我相信有眼睛都能看到，我每年给你们80万，你们都花完了，肆无忌惮的在外面让我给李锐擦屁股，他干什么都得我给钱，凭什么？他又不是我生的。还有，别说什么砸锅卖铁供我上学，机会也不是李锐让给我的，他不上是因为成绩差，在学校给大家被开除，更何况你们也没给我多少钱，大学学费是我贷款的，生活费是我自己兼职赚来的，你们给了我什么？现在他闯祸，开口就是300万，自己的房子不能卖，就要让我卖房，凭什么？这话一说，顿时群里鸦雀无声。我又艾特大舅，你说李锐是我弟弟，但他还是你亲外甥，你应该多帮忙。你儿子的工作还是我让客户帮忙找的，你要是不帮，回头我就给你儿子穿小鞋。我又艾特大姨，上回表姐在医院里被患者投诉，也是我帮忙调解的，你不该报答帮我弟一把。大姨还有舅舅他们顿时一句话都不说了，纷纷退群，甚至大舅还给我打电话跟我道歉，说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还说会帮我劝我妈。我不由得冷笑，看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，他们从来都不知错，以前都说让我多帮衬，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心疼我。出了事情以后就让我全部包圆了，凭什么？我又不是他妈。我妈气急败坏给我打电话，丽雅，你翅膀硬了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信不信我到你公司去闹？我冷冷回应，你来吧，你闹得越大越好，拖过1个星期，你的宝贝儿子就得去坐牢，你就闹吧。我妈顿时闭上嘴，她知道我说的是真的，1个星期之内收不到300万，对方不和解，李锐就得坐牢去，更何况这后续还要打官司，有的扯。她也知道这次我不是开玩笑的了，当时就着急起来。雅雅，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妈是寻思着你在公司干得好，认识的人多，你就帮帮忙，别到时候毁了你弟弟的将来。我看着客厅里的灯，突然觉得好笑。他有什么将来？他就是个痞子混混，要么把他房卖了，你们给他兜底，要么就让他坐牢好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掐着手心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曾经我真的因为我妈几句话，头脑一热给她转钱。她说我是家里面最有本事的人，人家都羡慕她有个好女儿，还说我是她的骄傲。就这么几句话，让我觉得心里面异常的舒坦。我就这样被我妈一路精神操控，心甘情愿的为他们买房买车，过年过节红包更是翻倍。我翻了一下自己和她的聊天记录，大部分都是我妈在跟我要东西，我转了钱过后，她夸我2句，然后就结束。最近的一条是我妈跟我要了个按摩椅，2万块钱，我毫不犹豫转了过去，她只给我回了4个字，谢谢女儿。那按摩椅我没看到，问她究竟用的怎样了，她说挺好的，可我分明在李锐朋友圈看到她家里多了个按摩椅，我假装不知道，看着他不顾一切帮着李锐。我生病住院，他说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熬夜，但是从未到医院来看过我。我下班路上不小心滑倒，摔了腿，拍了个照片发给他，看见我膝盖，他也只是提醒我要小心，但是我们两边之间的距离不过就只有15分钟的高铁，他也没来看过。而李锐跟女朋友去旅游，不小心崴了脚，他坐3个小时的车，
辗转也要过去看看他。确实，我承认自己在他心里远远没有李锐重要，只有花钱的时候才想到我，一旦没钱了，我就是最可怜的。像现在这样，我妈不管给我发什么我都没回，她也终于等不及，第3天就到了我公司。当时我在开会，助理告诉我外面有人找我，我跑出去就看见我妈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，哭嚎着：莉亚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救救你弟弟吧，他是有错，可也是你亲弟弟，你这样不管不顾，还要我们怎么活？我妈哀嚎：你工资那么高，你就帮帮他吧。公司的人看我的眼神各异，大家都在暗处窃窃私语。我被气得脸都白了，直接沉声道：你先起来，我们出去说。不，我不起来。你再不起来，我报警了。李雅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而我爸也紧随其后。李雅，你就帮帮忙，我跟你妈把房子都卖了，还差一点儿，你见死不救是要遭报应的。看见他们2人这样，我掏出手机拨了报警电话。你好，有人寻衅滋事，扰乱我们正常办公。我爸一听我报警，顿时气急败坏，猛地扑过来就要打我，我后退一步躲开他。这里有监控，不管你私底下跟我什么关系，但我不想当你们的血包。过去几年给了你们500多万，还不知足。他杀人放火，难道我也要花钱把他捞出来吗？我妈一听顿时尖叫起来。他是我们家的男丁，你懂什么？他要是没了，你以后在婆家面前都直不起腰来。这话一说，顿时大伙都笑了起来，还以为是什么皇亲国戚，搞了半天就是个带把的做错事了，让李雅来替他擦屁股。天塔儿子还这么嚣张，500万给他还不知足啊！我妈一听顿时火大，你们懂什么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女儿，赚钱就要给我花，500万算什么？听见我妈这么说，我就知道这才是她的心里话。我当即叫保安来把他们给拖走了。警察过来的时候，我妈还骂骂咧咧，最后被警察带离，还不忘放狠话：莉亚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冷笑，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爱我，但是李锐还得救，没办法，只能把房子挂中介了。当时200多万买的大平层，现在一下子急着用钱，只能低于市价出售，再加上他们的积蓄，总算把李锐保出来了。李锐出来之后，女朋友就跟他分了手，因为房子没了，他气急败坏想要网暴我，可我先他一步，把这些年来他们对我做的种种全部都发到了网上，也把李锐这个案子也发出来了。网友们看了都说我是伏地魔，还说心疼我老公，这么多年来还没跟我离婚。我的心情不由得沉甸甸的，说的是啊，外人都能看出来，遇上我这样的家庭确实难搞。林峰却已经容忍了我这么多年，难怪再也忍不住要和我离婚了。我其实一点都不恨他，只是希望我的觉醒还来得及。解决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回到家里，林峰做了饭菜等着我，看见他身边的行李箱，我慌了。林峰说好的，我处理好家里的事，不离婚的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我不同意。林峰无奈，我说过了，我要出差的，前2天就给你发了信息，你是忘了看吗？我连忙掏出手机来，这2天一直为了李锐的事情烦神，所以还真没注意到。现在听见他这样说，又看到这些信息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林峰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我说过了，只要能够拎得清，咱们还可以在一起，所以一切都好说。我终于放心了，只要林峰不和我离婚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。钱没了，我还能挣，人在就可以了。趁着林峰出差，我好好审视了一下我自己，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分开，也不会再和那个娘家有任何交集。李锐出来了，房子没了，还想要来找我算账，但是奈何我的小家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进来的，我直接让保安将他们挡在门外。我妈在小区大门口撒泼打滚，我直接报了警，她要在网上曝光我，但是之前因为我已经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因此这几条路都走不通。他们受不了，给我发信息跟我要钱，说要让我每个月给1万块，不然就要起诉我。我也没有搭理他，这1个月我只给了他们500块钱。我妈气急，第2个月我连1分钱都没给，她忍不住了，直接到法院起诉。而我把这些年的所有转账记录都作为证据提交，以他们目前的状态，我完全可以不用支付，毕竟给他们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养老范畴。法官也支持我，因此他们毫无胜算。出了法庭，我妈扑过来就要打我，被我攥住手腕，她气得脸色涨红。莉亚，你敢？我却摇摇头，只问了一句：妈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？只要你答出来，我给你钱。我松开她的手，我妈眼里闪过一丝金光，脱口而出：排骨。我彻底死心。错了，喜欢吃排骨的是李锐。10岁那年，你买了排骨回来，我迫不及待只吃了1口，你就一巴掌把我扇在地上，说我不要脸跟弟弟争吃的。你还罚我把李锐吃过的骨头全部都嚼一遍咽下去。那天晚上我吐的嗓子里面都出了血，你也没心疼过我一次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吃排骨了。闻言，我妈脸色难看，她翕动嘴唇说不出话来。我爸还想再说什么，可我已经不会给他机会了。我转身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
丢下他们一家3口。我妈嚎啕大哭。后来听说李瑞还是混日子，但是没有公司愿意要他。我爸我妈一把年纪了，不得已又出去打工，但是挣这点钱只够生活。我妈再次哭天抢地，甚至求我帮忙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由得笑了起来。这是他们自找的，一切与我无关，我也要有自己的日子要过。后来听说李瑞还嫌弃他们没钱，整天在家里发脾气。我爸我妈更是苦不堪言，一把年纪了，打好几份工，但是挣这点钱只够他们自己紧巴巴的生活。李瑞没了经济来源，脾气越发暴躁，他在家里摔摔打打，怨天尤人。我妈心疼儿子，偷偷把打工攒下的几千块钱塞给他，他转头就给我打电话，哭诉日子艰难，话里话外还是想要钱。我每次都平静地听完，然后说我有我的生活要顾，然后挂断。几次之后，电话也渐渐少了。我以为生活终于能回归平静。林峰出差回来后，我们的关系在小心翼翼中慢慢修复。我们开始认真规划未来，甚至偶尔会聊起孩子的话题。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，试图用事业的上升来弥补过去的亏空。我升了职，带了更大的团队，年薪也水涨船高。但我再也没让林峰过问我的财务，而是主动和他一起管理家庭账户，每一笔大额支出都共同商议。平静的日子持续了大概半年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和林峰正在家里看电影，门铃响了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个穿着得体、面带愁容的陌生中年女人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男人。我打开门，隔着防盗门询问：“请问找谁？”女人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请问是李雅女士吗？我是丽丽的姑姑。我叫王芳，这是丽丽的爸爸。”丽丽，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是李瑞那个因为他卖房而分手的前女友。我的心微微一沉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没有开门的意思。王芳叹了口气，语气带着恳求：“李女士，我们能进去说吗？是关于丽丽和你弟弟李瑞的事，事情有点复杂。”我和林峰对视一眼，林峰轻轻摇了摇头。我于是说：“就在这里说吧，家里不太方便。”王芳看了看楼道，压低了些声音：“李瑞他缠上丽丽了，丽丽和他分手后，本来已经谈了新男朋友，准备结婚了。”王芳叹了口气：“可李瑞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，天天去丽丽公司楼下堵她，发恐吓信息。他说丽丽敢和别人结婚，就报复她全家。丽丽吓得不敢上班，新男朋友家也知道了，婚事可能要黄。”我听着心里一阵烦躁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和李瑞早已断绝来往，他的事情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我冷冷地说。丽丽的父亲突然激动起来，声音哽咽：“李小姐，我们知道你也不容易，网上那些事我们也看到过，可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报警了。警察批评教育了李瑞几次，他消停2天又变本加厉。他说除非丽丽回到他身边，或者我们给他50万青春损失费，不然没完。我们就是普通工薪家庭，哪来的50万啊？”王芳接口道：“我们打听过，李瑞现在就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们找过你父母，你爸妈就知道哭，说管不了儿子。你爸闷头抽烟，最后说让我们来找你，说只有你有办法，有钱。”又是这样，一出事，他们永远第一个想到把我推出去挡枪。我心里的火气蹭地上来了，但看到眼前这对为女儿忧心忡忡的父母，我又强压了下去。我很同情丽丽的遭遇，我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但钱我1分都不会给李瑞，那只会是无底洞。我停顿了一下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告诉丽丽这几天尽量别单独出门，保留好李瑞骚扰的所有证据，短信、录音、监控录像，越多越好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想想办法。送走将信将疑的王芳姑侄，我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。林峰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温暖而有力。你想怎么做？别再把自己搭进去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这次不会了，我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。为了我们自己，也算帮那个女孩一把。但我需要你帮我，还需要一个朋友。我说的朋友是我团队里一个叫周正的年轻下属，他头脑灵活，做事稳妥。我私下找到周正，简单说明了情况，我隐去了很多家庭细节，请他表哥帮忙。他表哥姓陈，开着一家调查咨询公司。陈先生提出了一个计划，找一个人假扮成有意投资灰色产业的老板，通过一些偶然的机会结识李瑞和他那帮混混朋友，
透露有一个来钱快但有风险的短期项目，需要人手和一点胆量。项目自然是假的，但前期需要参与者自己拿出一部分诚意金或押金。同时，我们会收集李瑞试图敲诈丽丽家的证据。计划的目的有2个，一是让李瑞把他手里仅有的钱套进这个假项目里，二是以丽丽家的名义拿着他骚扰恐吓的证据去报警，并让贾老板适时消失。经济压力和法律威慑双管齐下，陈先生提醒我，风险在于李瑞这种人如果走投无路，可能会狗急跳墙，所以整个过程中必须做好防护，绝对不能暴露是我们在背后操作。我同意了。林峰虽然不赞同，但见我态度坚决，最终还是选择站在我这边。计划悄然展开，陈先生的人很快便和李瑞偶遇在某个低档酒吧，假扮老板的人外号龙哥，出手阔绰，言谈间充满了江湖气。龙哥抱怨现在正经生意难做，暗示有些偏门来钱快。李瑞正为钱发愁，立刻贴了上去。几次酒肉招待后，龙哥勉强同意带他们试试水，接了一个教训某个欠钱不还的小老板的活。事成之后，给了李瑞几人一笔不错的酬劳。这轻而易举得来的钱让李瑞兴奋不已。见火候差不多了，龙哥透露有一个更大的项目，有一批特殊的货需要临时仓储和转运，时间短，利润高，但需要绝对保密，而且要参与者自己先押一笔钱表示诚意和共担风险。他展示了伪造的看似利润丰厚的合作协议。李瑞被巨大的利益冲昏了头脑，但他拿不出多少钱。他回去逼问我爸妈，我妈哭着说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。李瑞又想起了丽丽家，骚扰变本加厉，他甚至扬言不给钱就让丽丽家破人亡。丽丽家按照我的嘱咐，一边周旋拖延，一边偷偷收集了更多证据，包括一次李瑞酒后明确索要50万的录音。与此同时，龙哥那边也催促得紧，说机会不等人。李瑞走投无路之下，竟然伙同他那2个同伙撬开了一个小型超市的卷闸门。他偷走了烟酒和收银机里不多的现金，他用销赃得来的几千块钱，加上从同伙那里东拼西凑的一些，勉强凑齐了2万元。他签下了那份陷阱协议。就在李瑞做着发财梦的时候，丽丽家拿着完整的证据链正式报了警，控告李瑞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。警察这次不再只是批评教育，因为证据确凿，且金额涉及50万，情节较为严重，立即受理并开始调查。几乎同时，龙哥和他的团队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李瑞这才慌了神，他跑去所谓的仓库地址，发现那里根本就是个废弃的厂房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，而那2万块是他最后的家当，还欠着同伙的钱。警察很快根据线索找到了李瑞。面对盗窃超市和敲诈勒索的双重调查，李瑞精神崩溃。他在审讯室里大喊大叫，说是龙哥骗了他，但他连龙哥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。警察调查后发现，李瑞所说的龙哥身份信息全是假的，那2万块钱的流向也很隐蔽。至于那份合作协议，更像是一个荒诞的骗局证据。盗窃案证据确凿，敲诈勒索罪也因多次恐吓和明确索要巨额钱财而成立，2罪并罚。李瑞这次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刑事起诉。法庭上，丽丽一家作为受害人出庭，我作为旁听者坐在后面，看着被告席上脸色灰败的李瑞，看着旁听席上瞬间老了10岁不停抹泪的我爸妈，心中没有太多快意，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。最终，李瑞因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法警将他带离时，他回头看了我爸妈一眼，眼神麻木。我妈当场晕了过去，我爸手忙脚乱地扶着她，老泪纵横。我没有上前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直到法庭里的人几乎散尽。林峰在外面等我，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轻轻揽住我的肩膀。都结束了。我点点头，靠在他身上，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疲惫和释然。我们回家吧。从那以后，我爸妈彻底消停了，他们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也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听远房亲戚说，我妈身体垮了，大病了一场。我爸为了还李瑞之前欠下的一些零碎债务，打了2份工。他们住在一个破旧的老小区里，相依为命。偶尔我会从那个亲戚那里听到一点消息，也只是听听罢了。我的生活终于完全属于我自己，属于我和林峰。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彼此身上。2年后，我怀了孕，孕期反应很大，林峰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我们摸着尚未隆起的小腹，讨论着孩子的名字，规划着婴儿房的颜色，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踏实而充满希望的幸福。孩子出生那天是个晴天，是个很健康的女孩。林峰抱着她，眼圈泛红，小心翼翼地像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。我看着他们父女，泪水无声滑落。我本以为李瑞入狱，父母能彻底死心，然而平静只维持了不到3个月。一天下班，我刚出公司大楼就被我妈拦住了。她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，眼神却带着熟悉的固执和怨气。李雅，她声音嘶哑，你真就这么狠心？你弟弟在里头受苦，你爸为了还他那些烂账累得住院，你管不管？
我停下脚步，冷眼看着他。妈，法院判的，我给的钱也早就超出了赡养义务，你们的事我管不了。管不了。他提高音量，引来路人侧目。你年薪100万，住着大房子，开着好车，你管不了。你是我们生的，没有我们能有你今天。又是这一套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法律上我已经尽到责任，情感上从你们一次次把我当提款机，眼里只有李锐开始，我们之间就没多少情分了。你个白眼狼！我爸不知从哪窜出来，指着我鼻子骂：我们白养你了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供你读书。看着他们因愤怒而扭曲的脸，我心里最后一丝波澜也平息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请让开，我要回家。我妈见状，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大家快来看啊，我亲女儿有钱不认爹娘啊，弟弟坐牢他都不管啊，没天理啊。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指指点点。我直接掏出手机，对着他们和围观人群：我正在录像，你们的行为已经构成骚扰，如果再不离开，我立刻报警，并且将视频提交给之前审理赡养案的法庭，申请禁止令。我声音不大，但足够清晰。别忘了，李锐还在服刑，你们如果因为骚扰我再次留下案底，对他可没好处。这句话戳中了他们的软肋，我妈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我爸脸色铁青。最终，他们在众人复杂的目光和我的镜头下，灰溜溜地走了。事实证明，我低估了他们执念的深度，以及被逼到墙角后滋生的恶意。保护令生效后的头2个月，世界确实清静了，没有陌生电话，没有公司楼下的堵截，社交媒体也一片祥和。我和林峰终于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抚养女儿之中，女儿咿呀学语，蹒跚学步，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我们充满喜悦。我甚至开始觉得，那场持续多年的噩梦，真的随着一纸法令远去了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，我正在主持部门会议，助理神色紧张地推门进来，附耳低语：李姐，前台说你父母在公司大堂举着牌子，引了好多人围观。我心里一沉，一股冰冷的怒意瞬间窜起，他们竟然敢直接违反保护令。我中断会议，快步走向大堂，还没靠近，就听见隐约的喧哗和我妈那几句穿透力的哭诉声。透过玻璃隔断，我看到一幕精心策划的戏码。我爸举着一块简陋的纸板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大字写着100万年薪女儿拒养病重老妇，天理何在？旁边还贴了几张不知从哪弄来的，看起来很凄惨的医院单据照片。我妈则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，对着举着手机拍摄的路人哭嚎：我命苦啊，辛辛苦苦把女儿培养成才，她现在有钱了就不要爹娘了。老头子病得要死，他1分钱不给啊，大家评评理啊。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，不少人举着手机拍摄，指指点点。公司前台和保安试图劝阻，但面对2个撒泼打滚的老人，又顾忌着老人的身份，有些束手无策。我推开玻璃门，走了出去，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我妈看见我，哭声立刻拔高了1个8度。李雅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你看看你爸病成什么样了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死吗？我爸配合地咳嗽2声，举着牌子的手虚弱地颤抖。我走到他们面前，无视周围密密麻麻的手机镜头，声音冷得像冰：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禁止你们接近我的工作单位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。违法？我妈尖声叫道：你不管亲爹亲娘死活才叫违法。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我那个年薪100万的女儿，心比石头还硬。围观人群里传来嗡嗡的议论声，我不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对保安说：报警，并联系我的律师，他们涉嫌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公然扰乱公共秩序。然后我转向那些举着手机拍摄的人，提高音量，清晰地说道：各位，我是李雅，地上这2位是我的生物学父母，但我们的关系远非他们单方面哭诉的那么简单。过去数年，我累计给予他们超过500万元，为他们儿子买房买车，支付天价彩礼。而他们的儿子因故意伤害和敲诈勒索正在服刑。他们今天的举动是因为法律不再支持他们无休止的索取，转而用这种极端方式对我进行道德绑架和舆论胁迫。所有过程我都有银行流水、法院判决书为证。我已经报警，并会依法追究他们的责任。请大家不要被片面之词误导，传播不实信息可能需承担法律责任。我的话条理清晰，
证据确凿，瞬间扭转了部分围观者的态度。不少人放下了手机，眼神变得复杂，低声交换着看法。你胡说，那钱是你该给的。我爸气得满脸通红，想冲过来，被保安拦住。警察很快赶到，了解情况后，尤其是查验了电子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后，警方态度明确。他们严肃警告我父母已涉嫌违法，勒令他们立即离开，并明确告知，若再有此类行为，将面临拘留等更严厉的处罚。在警察的威慑和周围人群不再全然同情的目光下，我父母终于讪讪地收起牌子，灰头土脸地被带离了现场。然而，事情并未结束。当晚，一些剪辑过的、断章取义的视频开始在某些本地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网站流传，标题耸人听闻：100万年薪女白领，冷血驱赶患病父母，不孝女叫警察抓走亲生爹娘，天理难容。视频刻意剪掉了我出示保护令和陈述事实的部分，只留下我父母哭诉和我叫保安报警的画面，极具煽动性。虽然很快就有在现场的网友出来澄清，但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已经形成。我的社交账号收到了不少陌生人的谩骂私信，甚至有人扒出了我的公司信息，跑到公司官方账号下留言攻击。网络暴力带来的压力是无形却窒息的。林峰担心地抱着我，要不这段时间先请假休息，或者我们考虑搬家。我摇摇头，看着熟睡中女儿恬静的小脸，眼神变得坚定。不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他们越是这样，我越不能退。这次我要让他们彻底明白，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，道德绑架的戏码演不下去了。我首先联系了公司法务和公关部门，提交了完整证据链、保护令、出警记录、完整现场录像、历史转账记录等，请求公司以官方名义发布澄清声明，并对恶意造谣、侵犯我个人及公司名誉的行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公司高层了解情况后，给予了坚决支持。同时，我在律师的指导下，没有选择在那些混乱的评论区逐一解释，而是准备了一份详尽的、图文并茂的情况说明长文，并附上了关键证据的截图，隐去敏感信息。我不诉苦，不卖惨，只用事实和法律说话，陈述了多年来的经济付出、弟弟的犯罪行为、父母无度的索取、法院的判决以及保护令的由来，并指出近期网络不实信息对我的困扰和对其来源的合理怀疑。律师同步行动，对几个传播最广、情节最恶劣的账号和平台发送了律师函，要求删除不实信息、公开道歉，否则立即提起诉讼。现实中的法律行动与网络上清晰有力的反击双管齐下，效果显著。大部分平台迅速删除了违规内容，几个跳得最欢的账号悄悄删帖甚至注销。公司的官方声明和我有理有据的长文，让舆论风向逐渐逆转。更多人开始讨论吸血式原生家庭、道德绑架的边界以及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保护。我父母大概没料到我会如此强硬且有条不紊的反击，网络上的声音不再一边倒，现实中的警察警告言犹在耳。他们似乎陷入了短暂的沉寂，但我知道这沉寂可能孕育着更深的怨恨，或者下一次更不可理喻的爆发。几周后的一个周末，我和林峰带着女儿在商场儿童乐园玩，一个陌生中年妇女慢慢凑近我们，眼神闪烁。她先是夸了几句孩子可爱，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你是李雅吧？你爸妈老两口挺不容易的，现在租着个小地下室。你爸咳得厉害，你妈天天抹泪，毕竟是亲生父母，血浓于水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你现在条件好，指缝里露点就够他们生活了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，让外人看笑话？又是这一套。”我看着她，平静地问：“你是谁？他们让你来当说客的？”女人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支吾道：“我就是住他们隔壁的邻居，看不过眼，好心说两句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好心？那你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走了500多万吗？知道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在坐牢吗？如果不知道，你的好心就是助纣为虐。如果知道还来说这些，那我怀疑你的动机。需要我报警核实一下你的身份，以及你是否参与骚扰吗？”女人脸色一变，慌忙摆手：“不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你别当真。”说完匆匆转身走了。林峰皱紧眉头：“他们还不死心，开始用这种迂回战术了。这说明他们知道正面冲突和法律途径都行不通了，开始打感情牌，利用不知情的外人来施加压力。我们必须更警惕。”我分析道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老家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舅突然辗转联系上我。电话里，他语重心长：“雅雅，我是你表舅，你爸妈的事我都听说了。你是有本事，挣钱多，但做人不能忘本啊！你妈打电话跟我哭，说快活不下去了。你弟是不成器，可父母总是父母。你现在日子好过了，拉扯他们一把，别人只会夸你仁义，不然这名声传出去，对你也不好，对吧？听就一句劝，多少给点，哪怕做个样子，堵住别人的嘴。”我耐心听完他的教导，然后反问：“表舅，您这么关心我家的事，想必也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钱吧？您觉得
多少才算不忘本？是要我把自己的家也掏空，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，才算是仁义吗？另外，如果您真的了解情况，就应该劝他们遵纪守法，而不是来劝我继续妥协。至于名声，我问心无愧，法律和事实也站在我这边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的家事我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并将这个号码拉黑。这些来自亲戚、邻居、好心人的游说电话和信息，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时断时续。我统一采取听完事实、明确立场、拒绝调解、必要时警告的态度。渐渐的，说客们也少了。我以为这场拉锯战终于要进入尾声，然而一个暴雨将至的傍晚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，接起来却是我妈的声音，疲惫而沙哑，完全没有了以往的尖锐。她叫了我的名字，停顿了很久。李雅，你爸住院了，这次是真的，查出来不好，医生说要手术，要好药，要很多钱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听起来无比真实，甚至有一丝绝望的哀求。林峰在一旁看着我，用口型问：怎么了？我捂住话筒，低声说我爸病重住院，要钱。林峰眼神一凛，摇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电话说：在哪个医院？什么病？诊断报告发给我看看。我妈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问，支吾了一下。在老家人民医院。诊断报告，我哪懂那些，医生说的很严重就对了。把医院全称、住院科室、床号，还有缴费单据或诊断证明拍清楚发给我。我语气平静无波。我需要核实，如果是真的，该承担的法律规定的医疗费用部分，我不会推脱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不会转任何钱。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，那熟悉的怨愤又回来了。李雅，他是你爸，你还要怎么核实？你就这么信不过我们？对，信不过。我直截了当的回答。基于我们过去所有的经历，以及你们近期的一系列行为，我必须有确凿证据，请按我说的提供信息，否则我无法处理。电话那头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，然后猛地被挂断。我放下手机，看向窗外翻滚的乌云，暴雨将至，空气闷得让人心慌。你觉得是真的吗？林峰问。不知道。我揉了揉眉心。可能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也可能是新一轮的谎言和逼迫。但无论如何，我的原则不会变，依法依证据。我不会再让情绪和所谓的亲情绑架，踏入任何一个可能被他们操控的陷阱。很快，我的微信收到几张模糊的照片，是一家县级人民医院的挂号单和几张手写的费用清单，金额不小，但疾病名称处却拍摄得极其模糊，看不清具体是什么病，没有住院证明，没有清晰的诊断书。信息不全，无法确认。我回复，请提供清晰的诊断报告和住院证明。没有回音，直到第二天下午，一个自称是老家人民医院王医生的人加我微信，发来一段语音，语气严肃地说明了我父亲病情危重，急需手术费的情况，并提供了一个个人账户，催促尽快汇款。我直接将这段语音和账户信息转发给了我的律师。律师联系了该医院核实，医院回复并无此位王医生，也未查到符合描述的我父亲的住院记录。谎言，又一次谎言。当律师将核实结果告诉我时，我心中最后一丝因为那通电话而产生的微弱波澜也彻底平息了，只剩下彻底的冰冷和荒谬感。他们为了要钱，竟然可以诅咒自己病重，可以编织如此漏洞百出的骗局。我将所有的证据、模糊的照片、假冒医生的语音、医院的核实回复打包，再次提交给法院，作为他们持续骚扰、试图欺诈的新证据，申请延长和强化保护令的条款。法院支持了我的申请，保护令被延长，并且增加了更严格的条款，明确禁止他们通过任何第三方对我进行联系、游说或传递信息，否则将视为严重违反保护令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法律的铁幕再次落下，更加密不透风。从此以后，那对名为我父母的人，终于如同沉入深海的石子，再未在我的生活里掀起任何可见的波澜。只有偶尔从那个远房亲戚极其简略、不带感情的只言片语中得知，他们似乎真的老了、病了，在困顿中互相埋怨着度过余生。窗外的暴雨终于落下，冲刷着城市的污浊。我关紧窗户，将风雨隔绝在外。客厅里暖黄的灯光下，林峰正趴在地上，给刚刚学会爬行的女儿当大马，女儿咯咯的笑声清脆悦耳。我走过去加入他们，女儿看到我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要我抱，我抱起她柔软温暖的小身子，亲了亲她带着奶香的脸颊。这里灯光明亮，笑声温暖，这是我的家，是我用伤痕和清醒守护下来的，真正值得付出一切的未来。